流星花园的 F4 大家不会不知道吧？要问到偶像剧的鼻祖，流星花园绝对当属第一。一经播出，火爆的速度势不可挡，大家都沉浸在道明寺和杉菜的美好爱情之中。流星花园 F4 成为了观众心目中的经典，更是被评为亚洲之光。他们4人组成 F4 流行组合之后，于是在全世界各地举办巡回演唱会，所到之处常常是围得水泄不通，演唱会的门票更是一票难求。自2001年在台湾首播后，立刻在亚洲卷起狂潮，全世界有16个国家和地区播出，在菲律宾最高收视率达到 57.4%， 在印度尼西亚是他们自拥有电视台以来收视率最高的一部剧集。在泰国，人们争相学习中文，主要原因是《流星花园》。在韩国，凌晨时段重播的《流星花园》竟也突破收视纪录。在日本，有15家电视台播出过《流星花园》。《流星花园》的火爆，同时也成就了 F4 的星途。光2002年至2003年 ，F4 就举办了19场世界巡回演唱会，而且场场火爆，平均到场观众就高达3万人。2006年 ，F4 更是成了美国 CNN 首次专访的亚洲天团。提到流星花园 ，F4 就不得不提到言承旭、吴建豪、朱孝天、周渝民4位演员。他们曾经的盛况，大家有目共睹。那么他们的现状又是如何呢？今天西西里就带大家来看看他们的今时现状吧。1. 言承旭，10几年前横空出世的言承旭，凭借着一张无懈可击的脸，吸引了一大批的粉丝。言承旭将道明寺的人物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霸道总裁的范儿以及挺拔的身姿，让不少少女春心萌动。而继言承旭后，多半道明寺依旧在各个方面插旗一大截，而言承旭也因此一战成名。可他依旧生活节俭，据说言承旭吃路边摊的时候，还会把免费碗筷顺手带走。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言承旭在房子上面也是能省则省，甚至为了省钱得不偿失，生生把一个好好的露天别墅变成了废墟。据说言承旭当年买这房子的时候花了足足3200万台币，但1200万台币的装修费和280万的设计费还是让他有些望而却步。虽然最后那设计费被言承旭一口气砍到80万，但碍于装修费太高，这房子就一直没能正式开工。后来等到言承旭终于下定决心要好好装修时，却又因为种种原因几度停工，就这么一拖再拖，本是富贵豪华的别墅，却偏偏变成了野草丛生的废墟，倒也让人有些啼笑皆非。流星花园是言承旭的第一个代表作，那么与林志玲的恋情则是言承旭的第二个代表作。言承旭与林志玲之间渊源是从2002年开始的，那时二人已经被拍到共同出游，感情甜蜜。虽然二人并没有承认，但网友已经默认了二人的搭配。后来传出的浴袍照片中，二人甜蜜地依偎在一起，脸上都是幸福的笑容，以侧面证实了这一传闻。可后来两人不可避免地走向分手。而在被问到是否会复合时，言承旭激动地表示这要看他呀。言承旭的表现无异于说明其想和林志玲复合，二人是否复合只需要林志玲的一句话。而这也让不少二人的 CP 粉伤心不已，兜兜转转17年的情谊也在此刻消散，二人终究也成为了路人。17年的时间并不短暂，对于言承旭来说，这是其一个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而与林志玲的藕断丝连，或许也让其事业受到了不少的影响。芒果台一向是卫视里面一哥的存在，无论是在电视剧又或是综艺真人秀等方面，一直都在引领潮流。因此披荆斩棘的哥哥一经开播就成为了热搜的常驻选手。请来的嘉宾既有曾经的大哥陈小春等人，又有后辈张云龙等人，而其中曾经的亚洲天王言承旭无疑是备受关注的。可相比于其他哥哥的18般武艺，言承旭一登台就演唱的《流星雨》无疑让不少人质疑其在吃老本。此外，言承旭在节目中并不表现自己，别人不与他交流，也不会主动去交流，更是因为害怕而很少吐露自己的心声。但最终言承旭还是克服了自己，主动找哥哥弟弟们讨论心声，坦白地说出了自己的缺点与优点，并表示这就是一个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而在后续的表演中，言承旭也十分放得开自己，公演的舞台也让不少网友十分惊艳。2. 吴建豪。
其实吴建豪的感情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坎坷。在2006年的时候，就跟百亿千金石真善因为拍摄广告结识，两人经历了1年时间的交往，却选择了分手。直到2010年的时候，两人再次相遇，并且开始了交往。而这次两人都非常的认真，甚至到谈婚论嫁的地步。而吴建豪因为从小经历的关系，其实对待感情一直没有安全感。吴建豪和石真善这一对从交往到结婚就用了7年的时间。结婚之后的石真善和吴建豪也似乎并不是如大家见到的幸福。先是合作了唐嫣等顶流艺人拍摄的《锦绣未央》，再到回归老本行参加了《这就是街舞》。在前期不断扩展自己的商业影响力的时候，吴建豪为了保持身材非常的拼。都知道跳舞是很考验体力的运动之一，吴建豪为了最好的状态，就算已经42岁，依旧是最佳状态。如果说吴建豪不管是演技还是跳舞都非常的厉害，算是影视综艺两手抓的艺人了。但是吴建豪近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行为，没错，吴建豪开始转行做时装了，而且还邀请了顶流小花徐艺洋做自己的拍档。3. 朱孝天。朱孝天是4人中发展最差的，已经可以归类到过气明星的行列，彻底熄火。影视上他已经3年没新作品播出了，有2部待播剧，不过都是演男3号。综艺上这2年他2次现身都是 F4 重聚，更早前他还是吐槽大会3和跨界喜剧王4的众多嘉宾之一。在这个特殊时期，朱孝天这2年常驻台湾，跟老婆韩文文过了将近2年的分居生活。他最近主要参与抚养宠物，跟猫狗一起玩，可能休息太久了，发福更明显，脸大了1圈，本来就颜值不高的脸更是雪上加霜。朱孝天当年那么红，怎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呢？走红后，朱孝天那几年还是保持很高的热度，主演多部电视剧，还发了很多专辑。可一些丑闻相伴而生。2004年，朱孝天和李冰冰被拍到了电梯门，两人在酒店的电梯里搂抱亲吻，视频一曝光就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朱孝天说跟李冰冰是日久生情，而李冰冰没正面回应，只是说不想配合某些人炒作。更被好感的是，当时朱孝天是有日籍绯闻女友的，是失德之举。娱乐圈是个最看脸的行业，而朱孝天的颜值真说不上帅。更要命的是，偶像派出身的朱孝天后来还发福不少，多次被拍到令人幻灭的照片，宛若一副中年油腻大叔的样子。朱孝天发福就会给人一种偷懒不自律的形象，他一直不回应，直到2019年接受采访才道出了发福的原因。原来朱孝天长期患有纤维肌痛症，身体经常莫名抽痛，需要坚持服用药物，长期服药影响了他的新陈代谢。朱孝天说自己其实很自律，平时少外出，常在家里打太极，外出主要是看医生。他每天的运动量是一般人的4-5倍，但还是发福了。据以上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朱孝天会成为 F4 最先过气的那一个了。当然，凡事不能看外表，纵观朱孝天的经历，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成长。年轻时血气方刚，在名利场里迷茫，经历过岁月的沉淀，他也洗尽铅华，不仅提升了自我，还学会了用豁达的心态去跟世俗相处，过上自觉舒适的生活。娱乐圈过气的明星大有人在，但过气只是表象，能不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才是根本。4. 周渝民。作为 F4 的成员，周渝民更是凭借花泽类一角跻身当红小生，自身略显忧郁清冷的气质和帅气的外表，更让周渝民获得了美男子和贵公子的称号。因为人气居高不下，周渝民获得了柴智屏的偏爱和力捧，为他量身定制的角色一度打开了日本娱乐市场。红到发紫的周渝民，他当初的人气值放到今天也是顶流中的最强战斗机。可是长期在偶像剧里摸爬滚打的明星，对演技提升并没有多大帮助，相反还很容易沦落为花瓶。在《流星花园》之后，从贫穷贵公子、狂爱龙卷风、战神、深情密码等后续作品中可以看出，周渝民的戏路依旧停留在偶像剧上。对于转战内地的曾经偶像剧男主来说，大体可以分为3类，像是能够跻身一线、颇受名导青睐的彭于晏，实属凤毛麟角。斥资的周渝民、霍建华近况还算可观，至少在剧中还能担当主演。
在电视剧市场也算曾混得风生水起。只可惜，想当年无数少女心中的翩翩公子，也经不起岁月蹉跎。发福的周渝民终究是辜负了所饰演的角色“天下第一美男”的称号，也成了网友口中的槽点。再到现今豆瓣评分大跳水的大宋宫词，大家不禁要为周渝民捏了把汗。周渝民曾经与大 S 相恋，可惜两人没能走到最后，大 S 与汪小菲闪婚。而周渝民在2015年迎娶女星于红渊，两人婚后育有一女，并且没有生二胎的打算。流星花园 F4 曾经红极一时，令无数人羡慕和追捧。如今褪去光环，4位主演都有了自己的生活，让我们祝福他们越来越好吧。如果你听过这首歌，那你一定知道2001年一部叫做《流星花园》的电视剧横空出世。片中的4个男孩子组成了一个现在看上去有些傻的组合，叫做 F4。纵观偶像剧风靡的这几十年，流星花园既是鼻祖也是高峰。即使从2001年之后产生了数不清的偶像剧，但流星花园依旧是偶像剧中难以逾越的高峰。这不仅因为它捧红了 F4 这样的偶像团体，也因为它开创了一种新模式。可惜的是，F4 之后紧跟着出现了很多类似的偶像团体，但几乎都没红起来。F4 的定位很精准，4位团员的差异性很大，显然是准备最大限度地覆盖所有人群。在这4个人之中，最帅的是言承旭，最有书卷气的是周渝民，朱孝天走的是亲民路线，而单论五官最丑的是走个性路线的吴建豪。当时言承旭的粉丝最多，他一张几乎毫无瑕疵的脸，让他成了万千少女心中的偶像，红极一时，领先其他3人很多。但没想到多年后，最帅的言承旭反而成了4人中境遇最差的，这也许就是性格决定命运吧。01言承旭在 F4 最火的时候，言承旭内向不善言辞的缺点并没暴露，实际上他的个性很软糯，和他俊朗的外表反差很大。言承旭家境很差，父亲很早就去世，他母亲个性也很软弱，所以外界传说他是私生子的时候，他母亲对他的保护也不多。因为家里没钱，言承旭很小就出来打工，但经常被人骗，可年纪很小的他也无力反抗，就这样一家人艰难度日。这样的环境造就了言承旭害羞内向的个性。好在高中的时候，言承旭变帅气了。王尔德说过，美貌是最好的通行证。言承旭不幸的人生因为有了这张通行证，变得有了转机。他被挖掘做了模特，在做模特的时候因为颜值高发掘成了演员，此后就有了流星花园。当然，在做模特的时候，他还认识了对他一生有重要影响的人林志玲。2001年，言承旭走红。2002，他被拍到和林志玲一起看电影。2005年，林志玲的手机坏了，送修的时候意外暴露了2人的照片，这让2人那段扑朔迷离的恋情曝光。之后，林志玲坠马，言承旭出现在了病房门口，人们以为他们会承认这段恋情，然而结果却是分手了。尽管林志玲和言承旭2人从未公开承认过这段恋情，但从言承旭自己写的自传可以看出，有些弄不明白2个那么相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想要接近会那么容易。说到底，言承旭还是不够勇敢，无论是分手还是在一起，他始终都缺乏勇气。即使最近在《披荆斩棘的哥哥》上，他作为一个出道20年的老艺人，依然表现的是害羞和不自信。害羞、单纯、脸皮薄、不善言辞。一个44岁的资深艺人，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幼稚。从本质上来说，他其实并不是适合娱乐圈，只是上天给了他一副好脸蛋。他的人品没问题，但这么多年来，业务呢你始终没有太多的进步，可能也跟受教育程度不高有关。他的表演和台词始终停留在20年前，但好在他红的时候确实有着很好的吸金能力，专辑销量随便一卖就8万张，唱支歌酬劳也是10多万，拍戏2万美元一集。要知道，这在20年前是天价。在代言方面，1000万的代言，他每年接到手软、食品的、饮料的，
一年几乎都是小1亿。这么多年下来，虽然言承旭的演艺事业确实是在走下坡路，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2005年就买了价值3000多万的别墅豪宅，他的资产可见一斑。去年言承旭还拍了偶像剧《我好喜欢你》，虽然这么大年纪还在偶像剧里打转有些无奈，被人说拍烂剧，但收到的片酬也是真金白银的。除此之外，言承旭也参加了不少综艺，除了这次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有放开我 baby 等，这也保证了他每年都有不少的钱落袋。和一般人比起来，言承旭早已实现了财富自由，但和他自己当初的高起点比起来，他也算是高开低走了。不过他本人也比较没有企图心，能有现在的成绩大概也是意料之外的事情。02朱孝天在 F4 里，朱孝天是定位最模糊的，他不是最帅，也不是最丑，也不是最有个性，似乎就是为了凑够4个人而已。但实际上朱孝天自有一番风流倜傥的风度，但对事业他的追求似乎并不高。流星花园之后，他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楚留香传奇，但是发福的他硬生生将楚留香演成了个中年油腻的男人。但毕竟是顶级偶像，他的片酬在05、06年就是超过10万1集。总之一句话，虽然不是大富，但绝对不缺钱。而且朱孝天还曾和顶级大美女林熙蕾有过绯闻，据传两人在一起5年，最终分手。有传闻分手居然是朱孝天提出来的。朱孝天后来出来的频率并不高，偶尔会参加些综艺节目，在节目里他直言F4几个人的关系不算好，也不算不坏，只是普通同事而已。这番言论还曾引起热议。同样引起热议的还有他不止一次说过自己出来参加节目只是为了挣钱改善生活，也算十分坦率。他在最低谷的时候曾经卖房卖车，但不要就真的以为他穷困潦倒了。他在北京还有一间规模不小的古董店，所以他说的生活不好大概就是个形容词。经过几段绯闻之后，他低调地和妻子韩文文完婚。不过有传闻他因为有遗传疾病，所以不考虑生孩子，这也是一种遗憾吧。现在的他几乎已经在荧幕上消失了。想起当初他曾经是个闪闪发光的少年，真是恍若一梦。朱孝天对事业本身就没有太大的追求，他个人在娱乐圈里也是闲云野鹤的存在。现在这样有钱有闲的生活非常适合他，所以他消失在娱乐圈也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03周渝民。周渝民有张腼腆的脸，但骨子里十分好强。他自幼对体育和武术感兴趣，10岁就是跆拳道黑段。流星花园走红后，他的片约和前途几乎与言承旭持平。相比之下，在学历和演技上占优的他，在表演方面取得机会甚至比言承旭还要多。《仙剑奇侠传》中的李逍遥原本定的主角就是他，之后他又出演了《痞子英雄》等作品，也和迪丽热巴搭档演过《烈火如歌》，资源还不错。2021年，他和刘涛主演的《大宋宫词》虽然口碑一般，被很多人称为烂剧，但周渝民的片酬也是不折不扣的6000万。看得出，从片酬上看，他依旧是顶级艺人。周渝民最为人所知的一段恋情，应该是和大 S 这对金童玉女的姐弟恋最后黯然收场。但这段感情对周渝民的影响是很大的。在回首往昔的时候，周渝民不无伤感地说大 S 是他的小恶魔。这样一段恋情的失败，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当时事业上的女强男弱，这大概也是周渝民之后对事业一直很上心的原因。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大 S 的事业很好，自己没办法成为大 S 的依靠。毕竟他和大 S 在一起的时候才19岁，大 S 当时已经24岁了，事业很成功，他的事业观受影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同样的，在当红时，他的片酬也不低，一集也高达60万 TB。2012年，他的一个代言水平依旧维持在1000万，这已经是流星花园之后近10年了。据不完全统计，当年他的代言人就超过了5个，大多是食品及日用品。谈恋爱后，
花钱买房买车更是不在话下。2008年，他还在自己的老家买下2400余平米的农地。这些年，随着土地增值，他的财富暴涨。周渝民和妻子结婚时，购买了价格1亿元的国美新美馆豪宅。孩子出生后，他又斥资约2亿购买了新的豪宅。毕竟和其他人比起来，他一直在内地有戏拍，一部戏足够买2栋豪宅了。可以说，借着4的光芒，周渝民是过得最好的一位。04，吴建豪。吴建豪很有自知之明，他确实不是花美男，在 F4 中，他的外形最差，所以他也是最早摘掉 F4 标签的人。他本身并不喜欢F4打造的形象，于是他很早就开始跳出F4给他的形象规划。他戴金属链子，练肌肉，完全跳出了偶像的圈子。在其他几位成员还在留恋娱乐圈的时候，他已经和亿万富豪家的小姐结婚了。但婚后1年多，两人不和的传闻就甚嚣尘上。2019年，两人离婚的消息公开，但这对吴建豪的影响不大。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投资赚钱。比起在影视圈，吴建豪在音乐、时尚和商业领域显然更有自己的想法。他开了不少店，从食品到潮牌，这些店铺的分店有些多达近20家。而吴建豪本人的时尚感也是他产品最好的代言人。相比之下，他即使不拍戏、不出镜，依然是地地道道的亿万富翁，能有安乐的生活。F4中，他应该是唯一不靠偶像光环依旧活得幸福的人。事实上， F4的出现是个偶然，这4个男孩当初只是为了拍电视而聚在一起的，没想到却无心插柳成了顶级的偶像团体。他们4个因为个性和能力，在走过20年之后，成绩各不相同。善于投资的成了富豪，心性淡薄的逍遥度日，撕掉标签的快意人生，内心挣扎的还在寻找自我。但无论如何， F4算是个奇迹。20年过去了，偶像团体出了无数个，但男子偶像团能与之匹敌的不多。也正是因为如此，那份情怀让很多人今天依旧对他们有着一份最纯粹的好感。虽然现在的他们已经不复当日的风光，但就像那首歌一样，流星雨曾经落到过地球上，当时绚烂的光芒就足以让看到的人满心欢喜了。